这样，等散了会呢，安排谁去案发现场看看。你呢，先去见心理辅导员。人家都说了，必须的。估计还是海港支队的小赵给帮忙找的。赵新成，记得吗？凭什么抓我？我们是合法连锁加盟。搞传销就搞传销，还什么连锁加盟？啊，你以为换个马甲就不犯法了？给我起来！哟，秦哥，总队没把心理辅导员电话给你吗？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就成了？干嘛还亲自跑一趟？再说你这个腿脚又不太方便。没有，每天把积液一抽就没事了。来，带走。是，走。一直要找时间感谢你。那天要不是你的话，可能我就完蛋了。跟我客气什么？我就是接到命令去增援的。6对9的局面，武器上还不占优势，能把那帮兔崽子干掉还活下来，那是秦哥你的造化。就是可惜了那5个兄弟。改天，我得给那5个兄弟去磕个头。你当时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怎么讲？总队的命令还是？啊，那天晚上我带队正好在魏公庄一带蹲守，台子突然被切到紧急通讯信道，说是长丰、海港、西关3区交界的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枪战，要求所有左近的武装警员立刻赶赴支援。由于已经准备提高嫌疑目标，所以我留下100人，带着4个兄弟赶过去了。哎呀，我到现场一看，倒下10多个，到处都是火药味儿，连血腥味儿都给盖住了。我就赶紧通知其他增援的人，封锁外围之后，大致区分出哪波是自己人，给他们挨个的检查，看看还有没有能救得过来的。我当时满脸是血。说实话，当时我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一探脖子还有脉，我就给你检查了一下，发现你身上有2处枪伤。但是手头上又没有什么急救用品，我就用衬衫给你裹吧裹吧，就赶紧往外送了。你当时去的时候还有别人吗？其他人应该没有。你确定？应该是没有，而且周边很快就进行了封锁。哦，我记得我离现场大概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听到过2声枪响。哼，我跟你说，如果我赵新成当时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这罪。再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人用的都是制式警枪，但我听到那2声，好像不像。你确定？应该是错不了。这2种制式武器，无论是摆动闭锁还是惯性闭锁，激发时爆炸气体出膛和套筒之间回声相互作用，枪声会显得很短促、很炸裂。而我听到那2声，明显更沉、更闷，肯定不是警枪。是秦队啊，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哟，哎呀，不能怪他啊！咱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还昏迷呢。来，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韩冰，我的好兄弟，他的父亲呢是我们海港支队的顾问。哦，你那个什么心理辅导员，是他手下最优秀的一个徒弟。添麻烦了。我先走，队里面有个命案，我要去趟现场，改日一起做。哎，秦哥慢走啊。对呀，他不是来找我要夏雨桐电话的吗？现在听说您刚升了副支队长，最近要有时间的话，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做东，咱们庆贺庆贺，喝2杯。好。
可现在，他们都没了。我不会说话。你查带酒，净旅队、孙队，还有我们中队的这3个弟兄。是啊，没有兄弟们对我的照顾，我也不可能在这安生的过下去。嫂子，结账扫哪儿啊？哎，别让秦队签字了，这单算咱们的。算我们的。我们队过去吃饭不交钱啊？不是，我这小本经营，全靠队里兄弟们支撑着我呢。大家伙到这儿当食堂，天天来吃饭，每天结账麻烦，所以就月初放一笔钱，月底结账，多退少补。这么些年下来，也从没亏待过我们。是啊。嫂子，把我们队之前的账本给我看看。查孙有为，没法再给你结账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没事，人死账不烂，回头嫂子算一个总数告诉我，我到时候给结了。金队，这里面有一份基金会财产托管的律师见证文书，查一下。好，那警服给我领了吗？在你办公室呢。那现在郑鑫明天早上来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人。今天咱们的会啊，主要是介绍一下秦池警官的身体状况和如何帮助秦池警官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完成工作。那接下来，老邱代表督察专案组，莫医生、小夏老师代表治疗机构，
老梁、胡一彪代表西关支队，分别谈一下你们的意见。老邱，你先说说你那边的情况。3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4号晚上10点钟左右，西关刑侦支队支队长吕超、副支队长孙有为以及同支队中队长秦池率领他们中队，除陆明佳警官外，其余3名警员来到隶属于海港辖区的龙华路附近。监控录像拍下了他们的停车时间，6个人步行接近仓库，而附近的群众拨打的110报警电话的时间为10点05分，也就是我们认定的枪战开始时间。出勤的所有警员都配备了防弹衣。武器方面，根据枪库的记录，吕超和孙有为持有的是5.4式手枪，其余4名警员持有9.2式手枪。从我们复原的现场发现，6名刑警从进门到发生枪战，始终保持着2个松散且很有层次的队形。孙有为靠北一侧，秦池居中，靠南一侧的是支队长吕超。6个人分前后错落站位，他们以9名罪犯在不到30米的距离之内，用16支自动武器，一共发射了189颗子弹。很不幸，除秦池外，无一生还。从现场尸体的状态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刑警们在牺牲前始终保持着射击的姿态，他们到死都在战斗。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专案组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没有任何书面资料说明当晚西关支队在这次抓捕行动当中到底是为了什么案子。第二，秦池在伤愈后接受的多次询问，但都未能提供对当天行动及事发状况的说明，理由是记不起来。就这一点，稍后请莫医生和夏老师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三，被击毙的9名犯罪分子身份均已查明，系以陈曦为首的军火走私集团。但据了解，近些年来，陈曦一伙人并未在京港市实施任何的犯罪活动，而西关支队也没有针对该团伙的任何监控和行动记录。综上所述，就是专案组对714案件现阶段的调查结果。你们2位。好。秦池警官的身上一共有2处枪伤，其中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腿股直肌和股外侧肌之间射入，造成了韧带断裂、膝盖骨粉碎性骨折及多处骨裂。虽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清理了创口，但由于弹头本身存在污染，引发了严重的感染，导致了长期血肿的后遗症。另外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额处进入，弹头在穿过颅骨时碎成了3块，形状都不规则。其中体积较大的2块，经过开颅手术已经成功取出。还有1块就是至今仍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由于弹片位置太过深入，尤其是已经做了1次开颅手术了，短期内不能再进行手术。但幸运的是 ，A 弹片只是弹头破裂的外围部分，也就是说是铜制的，不含铅，暂时停留在他的颅内，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关于邱警官刚才提到的第2个问题，从病理上倒也不难解释，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受重力影响，一直在向下压迫中脑，中脑再向下就是颞叶，也就是说 A 弹片在间接压迫颞叶，所以说造成秦池警官失忆是有可能的。我有个问题。你说。秦池警官他的失忆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因为昨天在会场我们和他见过面，他记得我们，小小，记得刑侦支队，而且也没有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他的失忆，难道只是针对7月14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请夏老师向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所谓的失忆，在病理学上称之为遗忘症，分2种，一种
叫做顺行性失忆，指的是在遭受失忆创伤时间点之后引发的遗忘症；另外一种叫做逆行性失忆，患者会丧失创伤时间点之前的记忆。他是哪种啊？秦池警官有可能患有轻微的逆行性失忆和部分的顺行性失忆，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丧失的绝大部分是情节性的记忆。他自然认得在座的各位，只是搞不清和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而已。这也同样不会影响到他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也不会妨碍到他依据自身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侦破案件。那按照夏医生的说辞，秦池在7月14号当晚是为了某个案件，与同事一起持枪行动，是属于情节性记忆。具象一点说，如果把秦池警官的记忆范围看成是一个圆，那么在7月14号当晚，也正是他颅内受创并且导致记忆丧失的时间点，也就是这个圆心。那么他所有的记忆力，无论是之前的还是之后的，离这个点越近，遗忘就会越严重。而这种冲击型的创伤，恐怕对记忆的影响是不分类型的。膝关节血肿的症状需要他后半辈子每天都要忍受抽取积液的痛苦。至于颅内的 A 弹片，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担任领导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别太辛苦就行。我认为，除了配合邱警官的专案调查，秦池警官目前的状况，不影响他参与或主持正常的警务工作。西关支队，正副支队长都殉职了，继位的领导应该是熟悉支队情况的。秦池带领中队的时候，人望一直很高。714之后，队里的兄弟们都拿他当英雄看，要不是市局指派，我都有心推荐他当一把手。你知道我知道你甲亢，问你意见。我没意见。老邱，你来一下。老邱啊，刚才在会上我感觉你有些话没说，是不是714案件，你还发现了什么疑点啊？现场勘验发现，枪战之后，有人补枪。你说什么？尸检发现有9发子弹，是从9个人的头部垂直向下射入，而且地面上留有弹孔，留下的开放性伤口都显示有人补射。3个西关支队的刑警和6名犯罪嫌疑人被同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补射的。梁局，哎，你好。哎，梁局，您先上车，我得去趟厕所啊。我让车在门口等你啊。哎，好的，您帮我拿一下啊。冯督察，哎，我听说你跟秦池原来是2口子。对。不过我们已经离婚1年多了，所以为了遵守回避原则，这次的专案调查，我只负责资料整理，还有记录工作。规矩真多，老整些没用的。就今天这会，耽误了半天功夫。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为了决定秦池。你们头刚才也说了，市局没有解散专案组，交的报告也没给批复，就是说调查到现在这事儿还不算完。可另一方面呢，支队级别的干部任命必须有市局的批准，所以说呀，撕巴了半天，就谁都没想过市局为什么会给出2种完全相反的处理安排呢？补枪这个环节，此前你为什么从未提及？
领导责成我们继续调查714案，对捕蛇的事情没有做出更多的批示，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市局对714的立场。我相信市局领导这么做，自有考虑。哟，秦池啊，你来的正好。为了你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局里研究决定，你每周去法政中心的夏老师那里进行一次心理督导，督导期为3个月。局里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你好，服从组织安排。对了，心理督导从今天开始，先找夏老师咨询，再继续工作，就这样。领导，您挑这地儿，这地儿挺好。你感觉秦池怎么样啊？昨天刚见过他，到今天没碰过2回面呢。王八看绿豆都没对过眼，谈什么感觉？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提？我想调职，就不知道组织上能不能满足我这点小小的殷切的需求。昨天刚上任，今天就升调。连王八都还有个长兄呢，咱当初可不这么说的。再说了，全京港这几波孩子里，哪有长风支队的萧闯，没有海港队的赵新成，都是大清小起出了名的混种，碰到一般人3、5个根本近不了身。放着这种大杀器不用，非得派我这个残废过来，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先请拨回，继续观察，定时汇报。就没有速战速决的办法吗？从714到现在才隔了多久啊？已经在速战了，能不能速决，得看你们。怎么了？这么多年你都熬得住，这才没2天，哪来那么多牢骚？毛病就出在这速战上，死了这么多人，专案调查结束未免草率。而且照这个摊法，不说外围，督察和西关支队的人迟早会起疑心。起疑心也没办法，你别到处提醒他们起疑心就行了，完成好你的任务。开始吧。秦队，你我都是例行公事，心理督导。从刚才对你的观察来看，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可监督或是引导的。但是市局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我又不想虚报什么，所以说你实在是很抵触，就每周来一次，喝杯水，离开，这样我也可以问心无愧的呈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们那个会，我需要有什么担心吗？除了不确定你会在什么时段恢复哪个片段的记忆之外，这大概就是唯一不可控的吧。我可能是有一点失忆。出院的时候，莫忠义没有告诉你？他没有，他只跟我讲我的大脑受到了一些损伤。你大概早有察觉。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感觉是对的。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遭受枪击前后时间内的记忆完全丧失之外，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估计就是和周围人情感和关系上的回忆。这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吗？不好说。也许你会变得沉默寡言，而周围的人对你的改变也会很不适应。但是我没有沉默寡言，我在跟你说话。那是因为，在你陈述性的记忆里，你知道你不认识我。既然我跟你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并没有重合点，那么对你而言，我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沟通对象。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你一个。稍等一下。
这是吴小云的履职记录。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们队的人来我们这儿调过他的记录。吴小云在我们法政中心做过3年的毒物鉴定。你们队的人来找过他同屋的研究员做过笔录。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人，谈不上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也很负责。那下周还是这个时间？下周见。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呢，有一个人一直试图想伤害我，你觉得？你是拿不准要不要把他扭送回支队，还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前一个问题上摇摆？就是那个中等身高、18岁左右的女孩吧？她一直在楼下，选取了一个既能够看到大楼门口，又能够看到你车的位置，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暴露的有多么的显眼。如果作为刺客，可以说不能再业余了。既然你说他想试图伤害你，说明你们有过接触，而他还能够继续这样逍遥的锲而不舍，估计就是拜你的宽容所赐吧。我现在要回单位，你要不要搭我的车一块儿走？反正你也要跟着我。到了我们单位门口，把你放下就好。如果出外勤的话，你就动不了手，因为我身边总有人跟着，你靠不了前。要不等我下班吧？我们单位每天6点半下班。如果你还想跟着我，还可以坐着我的车，中间只要有机会，你随时可以下手，只要你担得起责任。但如果到了我家，你还没动手，就不行了。我家外边有防盗门，里边还有狗。在这儿也别动手。上面写着呢，司法鉴定中心。走吗？车速超过60也别动手，别把自己小命搭进去。那我关门。安全带。夏雨桐说的不完全对，我不愿意多说话，除了不安以外，
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似乎更不安。他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我的一部分过去，也都认识原来的我。我的失忆让他们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这个想要伤害我的女孩，反倒带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比起其他人的暧昧不清和闪烁其词，它简单，也更直接。他只是恨我，而且恨到愿意和我同归于尽。如果把他抓回支队，很可能等于关闭了我身边最接近真实的一个出口。我毫不怀疑，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再次下手。也许下一次他真的会成功，而我会死。这段时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死都再熟悉不过了。3个多月以前，如果我和兄弟们一起不明不白地死掉，未尝不是件好事。真要过了初一躲不过15，至少这一次，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从上午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他一直在反反复复回答你们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性质啊，但就这样反复的盘问一个孩子，真的能破案吗？做了3次笔录了，没有任何出入。我们单独谈一下吧。他还不到18岁，在接受你们盘问的时候，不应该有成年人陪同吗？应该。所以我说的是，我们单独谈一下，有问题吗？去吧。小陆，有几个探头关了。哦，好。别担心啊，咱们聊聊闲天儿。那个，孙老师结婚了吗？问这干嘛？聊闲天吗？结了。有孩子吗？你到底想问什么呀？问正事儿啊。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亲属了。那孙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未来的，监护人这一块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在郑鑫这个孩子18岁之前，说有人愿意申请做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话，应该是不难得到批准的。真的吗？啊，当然了，如果申请人说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刑事犯罪的这个违规记录，这肯定是不行。但是，如果申请人涉嫌制造伪证，情节特别严重，也属于刑事犯罪，您知道吗？你们好。
孙老师，一般的寄宿学校管理都比较严格，尤其像你们学校这种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我想问，学生如果不参加集体活动，是按照逃课算吗？那你们学校的规定，逃课应该怎么处罚呢？开除学籍。那我就知道您的苦衷。好的，主任。郑勋，郑勋。郑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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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郑勋。方圆10几公里之内都是阔叶林，唯一的一片针叶植被是在你们学校目前的驻地以东数公里的防风带。所以，孙老师，我希望下面的回答，请你慎重。他要去哪儿？你要站住！给我回家！给我回家！我不在家，他打我吗？我得去保护他。你老实说，我见过你爸爸，怎么说，他也是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恨我，他恨我和我妈。怎么会呢？因为我是个野种，我不是他亲生的。他当时确实很不情愿，但最后我还是把他带回到了营地。他根本就不可能。我知道。郑鑫是犯罪嫌疑人，确实不合逻辑。你之前说的对。见证书上的律师我已经见过了，郑天伦和郑芳呢，他们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用作了一个基金委托。郑天伦夫妇甚至是郑芳死后，他们的所有资产呢都会成立一个研究专项基金。换句话说，就是郑家的资产和郑鑫基本上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由于委托形式呢，他们属于一个诺成型的合同，所以是不可撤销的。综上所述，郑鑫几乎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了。秦队，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呀？如果他确定不是郑芳亲生的，那就找他亲爹聊聊。行，我马上去查。爸，您怎么来了？你的任职聘书昨天落在我那儿了，我给你送过来了。本来就是给您的。没有您的话，我哪有这条命当副支队长啊？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比我强，也比我有出息。出去都是您教的。您忘了，持枪射击这些动作，都是您一直在辅导我。要没有您的话，714那天晚上，没等海港过去支援，我早成筛子了。密闭的空间里啊，枪声会非常响，也确实容易对耳膜造成损伤。924的口径比54要大，
射击的后坐力也就更大。如果用尾式锯桥法射击的话，后肩不要锁死，保持具有的支撑力就好。你就想象这支枪是长在你的手上。亲人，往往是亲人。据说，我们在人群中认识彼此的几率只有100万分之一，但血缘永远是固定的。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血缘就成为你永远无法摆脱的羁绊。你爱也好，恨也罢，都不可能抹去这个世代传承的烙印。据说人混迹一生，平均会认识3000多人，有朋友，有同事，有伙伴，有爱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会使我们更有归属感，感觉更安全，但是最终，我们总会希望回到亲人身边。我们会发现，失去亲人，我们一无所有；为了亲人，我们会倾尽一切。你今天告诉我，队里来你们中心调过吴小云的履职记录，我其实当时就知道，我只是编了个烂理由，我不想承认被你看出来，很正常。我其实就是想找个陌生人聊聊。别。你放心，我会找到合适的人处理。哟，你这醒的稍微有点早啊，还差最后一针，要有吗啡吗？那我再昏过去一会儿。那我继续了啊，你忍着点。刀刃扎进去不到2公分，
这下手的一看就是个外行。你这脏器、隔膜、血管都没事，你昏迷，也不是因为失血过多，估计是因为忍痛和精神紧张导致的血氧量太低。我说秦警官，你这脑袋可是我修修补补过的，虽然现在看上去一切 OK， 但是颅压，你真得随时小心颅压升高。有你，我就不担心了。好了，你休息一会儿。哎，别动，小心伤口崩开。破伤风针已经打过了啊，大概1到2个礼拜就可以拆线。不过啊，你最好每隔2天就来换一次药，防止伤口感染。这个小伤对你们干刑警的来说，虽然不是什么，也不影响你行动。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硬汉，但是啊，拆线之前最好还是别做大幅度的动作。早晚各4片。好了，夏老师，下周3晚上有个演唱会，哎，就是那个美国的老歌星，你知道的，叫什么来着？你要是有机会，不妨给他介绍一下院里的耳鼻喉专家，看他的声带有没有修复的办法，也省得他复出的时候到处假唱。谢谢你能来。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秦队，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杀人也一样。虽然你个人的选择我无权干涉，但这么纵容下去，你很有可能以生命为代价，培养出一名优秀的杀人犯。弄脏了。这里是法政中心，总有办法把这点血迹清理干净的。谢谢。你说，我知道是你干的，你设计了他们所有人，不仅包括晨曦他们，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真他妈够狠的。这事儿没完呢。姓秦的，出来混，就甭想善始善终。你是谁？要不是今天上午这个保险公司主动找到咱们根本就查不出来。这是20年前他们家买的一份家庭意外保险。根据上面的细则来看呢，家族成员的4个人都是投保人，又都是受益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家庭成员的这4个人里面，如果有1个或者是多个意外死亡了，那么剩下的活着的人就会成为这个受益人，来平分这个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保险金。就是说，那要都死了，就是第一顺利人呗。对啊，父母、配偶、子女这样。那就剩郑鑫了。但你不是说郑鑫不可能有杀人嫌疑吗？你第一个就排除他。是啊，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郑鑫是唯一有可能在这起灭门惨案里头受益的人。
杀不了那4个大人。他可以雇人杀人。我这顺口一说，别这么看我。不是，你吃腮帮子上。哦，对了，我联系上那个吴小云的那个外遇了啊，也是个医生，也是医生。嗯，有地址吗？有。我和吴小云没有任何关系，发生这种事儿很不幸，但我帮不了你。案发那天你在哪儿啊？在家啊，还能在？有人能证实吗？当然，我老婆孩子都可以。我说你们不要太过分啊，我不想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我的家人。你要是没干亏心事儿，就不怕被牵扯。我是什么都没做，还不是一样，被他们从眼科副主任挤兑到卫生所来了吗？什么意思？郑家势力大，在行业内打压像我这种小角色还不轻而易举。10多年前我就说得很清楚，我没有睡过吴小云，跟那个孩子也没有半点关系，有用吗？他们还是一样宁错杀不放过。你们家里人知道这些纠纷吗？奸出妇人口，我花了好多年才让我的家人安定下来。是，我是恨郑家那些人，但我没杀他。所以也请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再去找我的家人。他叫郑鑫。什么？我说吴小云的孩子叫郑鑫，鑫就是3个金。他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不是怀疑你跟吴小云有关系吗？就因为这个点，所以吴小云是天天挨打，这孩子也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你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反正他们都死了，郑家的产业也够那孩子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您还真别以为说这孩子叫3个金他就有钱，他可是1分钱都拿不到。因为老郑家聪明啊，老郑家把所有的财产都做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基金转托，殚精竭虑吧。你也不容易，头发都白了。我提醒你啊，郑家有没有带郑鑫去做过亲子鉴定，我们不知道。但是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只需要带他去做个简单的 DNA 测试，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就一目了然了。哎，您是医生，我估计让您分辨一个真假虫草太容易了。我们是警察，让我们做一个 DNA 检测，也太容易了。这事又能怎么样？你们他们出去看看，外面有多少人在搞破鞋，干嘛非要从我裤裆里出事啊？我读医学院花了5年，又做了3年的实习医生，好不容易一步一步混出头来，就因为我可能睡了个女人，啊，可能睡了个女人。也就是说，你承认了，对吧？走，这个不公平。知道不公平就好。不是，您千万别被这小子怂样给骗了。越是他这种人，做事越没底线。你想想，他这一辈子都毁在这事儿上了，所以他这复仇动机完全是成立的。所以你觉得他就是先杀了郑天伦夫妇还有郑芳，然后再打算强奸吴小云？有可能啊，他想跟人吴小云和好，然后人家不答应，言语上可能激怒他了，他就玩硬的呗。他情绪这么激烈，还能躲开所有监控，一进一出的，没留下任何足迹和指纹，你觉得这可能吗？停车。秦队，您可是涉案人，按照规定，咱们支队上下没有人能进入案发现场的。
队，秦队，受伤之后，好像我的记忆力出了点问题。但是印象中你也是我们中队的。714那天幸亏你没来，你来，肯定也是死。秦队，今天晚上是什么行动？没什么行动，你就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自己走。同志，有什么事儿吗？啊，秦队，秦队，按规定您不能进去。是因为我的大脑深处驻扎着一个弹片。你没事吧？它让我痛不欲生，但我感谢这种疼痛，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查出真相。不光是为了将罪犯绳之以法，还是为了我那5个出生入死的弟兄。我叫陈蕊。幸会。如果下次能得手，我希望你知道是谁杀的你。晨曦，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哥。对不起。小陆，你别老追着我呀！这案子我不了解，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别找我，你找我也没有用，我不了解，我没法跟你签这个字儿。您是队长，你行了，你就别跟我这对付了啊！哎，秦队来了，要签字儿找秦队啊，你帮他办一下。秦队，我不怪邱东阳，他跟所有人一样，看我的时候，两只眼会望向不同的方向。向上，他们看到的是堂堂市局刑侦总队
主管副局长陆正刚，向下就是我这个看似受人待见，其实却总被人忽略的儿子。很多生活中算不上问题的小事，到了我这儿就会显得很纠结，就好像邱东阳伸出来的那只手。不接受自然显得陆公子不可一世，接受了呢，等于承认了父亲的阴蔽。其实无论我怎么选择，大概都不会改变别人的看法，甚至于很多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觉得。陆明家这3个字，更多的含义不是警察，而是一个光鲜的摆设。7·14之后，我申请在秦池手下做事，原本是因为他是唯一活下来的我熟悉的领导。现在看来，和他的相处反而最舒服。他也许忘了我是谁的儿子，或许根本就不在乎。看着眼熟吗？这不是娄姨吗？哦，不沾亲，不沾亲，不沾亲。娄姨那个姨是颐和园的颐，不是阿姨的姨。反正乐得同音，又是老辈儿，所以大家呀就套近乎这么叫着。找我什么事？老太太来咱们队里啊报失踪案，但是不够受理条件，结果人家点名要见你。我想把老太太请到你办公室去，老太太倍儿有个性，偏不去，非要在这儿等你。你赶紧接待一下。既然不够受理条件，那更不应该给她搞特殊对待。人家老太太之前可是咱们局里定点医院的大主任，小陆他爹和你叔叔秦莽，当年受了那么重的伤，都是他救过来的。而且退休以后还办了一个专门收容服刑人员子女的学校。你说说，这是多大的善举啊！谁是他救的，让他找谁去。人年重晚轻啊，就小陆他爹见到都得礼让3分的。那就找他爹去，找我干什么呀？你怎么油盐不进呢？你他比你小5岁。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正怀着他，那时候你还没上小学呢。你父亲工作那么繁忙，可还是带着你来医院照顾你叔叔小莽。这麦克风没开啊，他应该听不见咱们说话。他是个称职的父亲，既坚持工作，又不忘顾家。不像我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无数次的把孩子放在幼儿园里，忘了去接他，一辈子了，我都没有太在意自己的孩子。现在老了，他突然不见了，我才发现我离不开他，我不能没有他。您喝水。针管都给您画好了。你也带徒弟了？没有，是我的助理小陆，陆明佳。郑刚的儿子啊。你爸爸怎么样？挺好，挺好的。您老还挂念着他。坐。听说你刚死里逃生。上次你叔叔小莽的追悼会，你爸爸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看你站在边上，眼睛红红的，可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按理说你跟你叔叔小莽的关系走得更近，因为这个好像你们父子的关系好像不是太好。
你看我这多嘴。我跟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对你父亲不太公平。哪方面？你叔叔小马确实是一个好警察，可是一个好警察不见得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母亲呢。你看我，小凯这事儿还得，所以不能用一个职业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父亲。你受伤和战友牺牲的事儿我也听说了，干你们刑侦的都是出生入死啊！小凯眉骨边上也有一个伤疤，是他上2年级的时候在路上磕的，当时我也没在意，没带他上医院去缝，结果落下了一个疤。老爷，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把小凯找到。其实都一样。面部一旦有了开放性伤口，即使再快的就医，缝合之后还是会留疤。还是我太粗心了，太粗心了。哎，您是？救助！哎，放他进来，那是我请来的。嚯！这专案督察就是不一样啊！这场面，胡队，714这案子，你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了吧？哼，您应该更了解。那我们就不绕弯子了。市局指派了你和我来开展工作，我们俩应该是同一战线的人。同一战线。你到西关支队应该是去调查秦池的，对吗？哎呀，这玩意儿还挺重啊！哎，你说什么？你到西关支队当支队长，应该还有别的任务。瞧你这话说的，咱俩一样干工作呗。不过我可告诉你啊，我身上是1枚锦囊，2枚密诏。查案我帮不了你，就更别提能帮也不想帮这段了。咱俩呢是井水不犯河水，各司其职就好。不过你这个案发现场置办呢，倒挺高大上的。得了，撤了。哎，条件反射。没有别的意思，但有些事情我还必须得问。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句：像你们这种专查自己人的，出过外勤吗？是啊，在很多人心里，干我们督察的就是个闲职，而且是专门找基层人的麻烦。但是我心里明白，你心里也应该明白，一旦警局内部出现了问题的话，危险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责任也好，义务也罢，总得有人来干，对吗？话是没错。所以我想收处，不管是办案还是查人，你能不能别再烙饼卷手指头，自个儿咬自个儿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15个人，16把枪，近200发子弹。出过外勤的人一看就明白，像这样的现场，几乎不可能造假。也许你摆了一堆的模型，从当中找出了什么纰漏，你就认定可以坚持查，一直查到底。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事情
极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也就是说，你认定的纰漏和疑点，必定存在着某种合理的解释。可是唯一存活的人他不开口，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合理的解释？9个卖军火的举起10把枪来，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建筑物内，吕超他们穿着防弹衣，真当自己刀枪不入了？你是想告诉我，西关支队这次出勤，除了规模和配置上来看，他们本不想，不，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碰到陈曦一伙人，对吗？为什么不查查那9个捣动军火的人为什么会来这儿？部队